300人抢一个厕所，粪便堵塞导致返航。印度航空的厕所危机为何成为了全球笑柄呢？2025年3月5日，印度航空 AI126 航班上演了一幕荒诞的空中厕所抢夺战。一架载有342名乘客的波音777客机在飞往德里的途中，因12个厕所堵塞了11个，被迫返航。300多名乘客挤在头等舱唯一能用的厕所旁排着长队，闻着异味，度过了长达10小时的煎熬旅程。这场有味道的灾难迅速引爆了全球热搜，有网友戏称说这趟航班简直就是马桶极限挑战。但这场闹剧只是印度航空魔幻现实的冰山一角，从机长在驾驶舱和情人约会，到飞机餐按种姓发放，从直升机日常坠毁到机舱变身咖喱味菜市场，印度航空业的奇葩操作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今天我就来扒一扒印度这些空中囧事，看看背后到底藏着多少荒诞的逻辑。首先第一个，马桶大作战。同样呢，也是印度航空的厕所诅咒。这个话题并不新鲜，而是由来已久。在印度航空 AI126 航班起飞前，机组人员就已经发现了厕所故障，但是他们却选择隐瞒真相并强行起飞。结果呢，在飞机起飞5小时后，厕所堵塞的问题便全面爆发了。当时的机舱弥漫着各种腥臭的异味，让乘客们不得不轮番抢占头等舱唯一的马桶。根据后来乘客回忆，排队的时间比坐着还长，腿都站麻了，厕所门口挤得像孟买的火车站。那为何印度航空的厕所总被诅咒呢？首先，许多印度乘客喜欢拿饮料瓶当水瓢，习惯站在马桶上用饮料瓶接水冲洗，但是洒在手上的水同时也会溅射到其他地方，导致电子设备触水短路。其次，还有很多乘客会将卫生巾、破布甚至咖喱包装扔进飞机上的马桶，导致厕所每月的故障记录高达60多次。更有甚者，印度乘客会直接在厕所门口肆无忌惮的小便，理由是将恒河精神蔓延到高空。而印度的航空公司也是摆烂式的面对问题，比如隐瞒故障强行起飞，为减少延误罚款，明知厕所有问题仍然赌不会造成影响的概率，然后返航后又把锅甩给了技术故障，拒绝承认管理失职，仅派了2名乘务员来安抚300多名愤怒的乘客。而且印度航空维修公司曾坦言，飞机的维护需要天文数字资金，但是政府拨款常年不足，导致维修经费捉襟见肘。总之就是一句话，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是受害者。这种印度航空的厕所诅咒暴露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印度社会凑合文化的缩影。从街头露天如厕到高空厕所游击战，印度人似乎总在挑战人类卫生习惯的底线。你要以为印度航空只有厕所有问题，那就小瞧他们了。他们的机长甚至还喜欢邀请女乘客进入驾驶舱喝酒自拍，直接把驾驶舱变成了约会大床房。2023年2月，印度航空一架航班上演了驾驶舱约会派对，机长不仅让自己的小情人进入了驾驶舱，还要求空乘提供商务舱的餐食，并布置温馨起居室，甚至试图让该女子留宿在驾驶舱里过夜。面对劝阻呢，机长竟然直接怒斥空乘说，我是机长，我说了算。更魔幻的是，印度民航局调查后仅对涉事机长进行了警告处理，于是就有网友调侃说，印度机长的权利比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还自由。如果说驾驶舱的混乱尚属人祸，那么印度国产的北极星直升机5年坠毁15次的天灾，则暴露了更致命的隐患。北极星直升机堪称印度寡妇制造者，5年内坠毁15次，原因包括设计杆设计缺陷、维修偷工减料等。而在2025年班加罗尔航展前夕，一架幻影2000战机又因弹射座椅故障坠毁，但厂商却逆天发言说，这次只是意外，在此之前我们的座椅已经拯救过7774条生命了。这句话一出，不禁让人困惑，你究竟是在说自己的弹射座椅安全性高，还是在说印度飞机质量差呀？当印度航空的地面维护和空中安全屡屡失守，机舱内的文化冲突则将这场魔幻现实推向了高潮。印度航空曾推出广告词，感受印度的热情，但是这份热情却是咖喱味与汗臭的嗅觉轰炸。乘客用手抓饭，席地而坐，混合汗臭的咖喱味让不少乘客都直呼辣眼睛。而且就算你有钱去买头等舱，也不一定能享受到等价的服务。比如6300美元的头等舱，乘客花高价却只能拿到发霉的耳机以及缺货 30% 的菜单，服务质量呢堪比贫民窟的茶摊。除此之外，印度航空对待本土人民还要按照种姓发餐，妥妥的成为了空中种姓制度。
比如空乘需要牢记200种特殊的餐食，并按照婆罗门、刹帝利等种姓顺序发放，而且发错还可能引发冲突。而这些看似荒诞的事件，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更本质的追问：为什么印度航空总在刷新人类认知的下限？或许答案就藏在恒河精神和现代规则的撕裂当中。比如许多印度人将飞机视作移动的神庙，于是他们习惯随地而坐并大声诵经，如果有空姐劝阻，反而会被骂作不敬神的愚蠢行为。而种姓制度的高空延伸，迫使了低种姓乘客只能最后用餐，高种姓乘客要求空姐跪式服务，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而航空公司也是秉持着能用就行的维修哲学，不仅对监管不上心，更是摆烂式维修。这也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被戏称为分机坟场的重要原因，因为经其维修的飞机坠毁率能够飙升到 40%。 除此之外，印度的航空每年都会哭穷，声称维修资金缺口高达数十亿美元，老旧飞机的占比则达到了 30%。 同时航空公司为省钱还削减了服务，头等舱的餐食成本每人仅有3美元，比街头的咖喱摊还低。反观其他国家航司的安全铁律，像是中国某航司机长因网红进驾驶舱被终身停飞，副驾驶呢也被吊销了执照。疫情期间，中国航司严格消毒厕所，每趟航班清洁3次，堵塞率近乎为0。而欧洲对违规航司的罚款可达年收入的 10%， 迫使航空企业来重视安全。除此之外，阿联酋航空还特地的为印度乘客定制了强化版马桶，排水量增加 50%。但仍有印度网友把这视作为种族歧视，拒绝使用，并号召印度人民不能忘记随地飞翔的初心。印度航空的魔幻现实看似荒诞，却折射出了本质上的问题：基础设施薄弱，管理思维僵化，文化传统桎梏。正如网友调侃，印度航班厕所的尽头是恒河，而恒河的尽头则是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当印度的孩子不再需要站在马桶上冲水，当机长不再把驾驶舱当私人会所，当种姓制度退出3万英尺高空，印度航空才能真正的撕掉奇葩的标签。但在这之前，建议各位选择印度航空订票前要三思。你准备好挑战马桶极限了吗？只要我不飞，就没人能击落我。三哥家鼎鼎大名的光辉战机发展史能有多魔幻？老规矩，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一架合格的飞机从立项到服役需要多少年？美国的 F-16 从立项到首飞用了4年，再到服役又用了4年，前后加起来8年。中国的歼10从立项到首飞用了12年，到服役又用了6年，前后加起来18年。俄罗斯的苏27从立项到服役大概也就是15年左右。那印度呢？印度的光辉战斗机从1983年立项到2016年正式服役，花了整整33年。这是啥概念？这么说吧，光辉立项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柏林墙还没倒塌，咱家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而等到光辉服役的时候，苏联已经没了25年，智能手机都普及了，人类都开始研究火星移民了。更离谱的是，光辉立项时对标的是 F-16，是立志要震惊世界的，结果最后造出来连自家空军都嫌弃，10架里有4架都长期趴窝，每飞行小时维护需要35人维护，娇贵的简直像瓷娃娃。你可能觉得我在黑三哥，但我真没有。光辉战机的研发历程堪称人类航空史上最魔幻的一出闹剧，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的失败，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印度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种种困境。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印度的光辉战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完成国际笑话的。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这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了第3次印巴战争，最终以印度获胜，孟加拉国独立告终。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成了民族英雄，印度也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但欢腾过后，印度军方冷静了下来，然后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印度空军虽然赢了，但赢得并不漂亮。印度空军当时装备的主力战机是苏联的米格21，而巴基斯坦这边装备的是美国 F-104 和法国的幻影3。从战损比来看，印度并没有占到太大便宜。更让印度担忧的是，他们的空军完全依赖进口装备。米格21是苏联的，后来买的美洲虎是英法联合研制的，幻影2000是法国的。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供应商掐断零件供应，印度空军就得立马趴窝。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早在1965年第2次印巴战争时，美国就曾对印巴双方实施武器禁运，搞得两边都很难受。印度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的国防命脉交到别人手里，必须要有自主研发战斗机的能力。于是，印度政府在1983年正式批准了轻型战斗机计划，旨在研发一款由印度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4代轻型战斗机，用来替换老旧的米格21。刚立项的时候，印度信心满满，他们原本设定的时间表是这样的：1990年首飞，1995年开始量产，2000年全面替换米格21。
整个项目周期也就15-16年，虽然比美国慢，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也算合理。更何况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组装米格21了，后来又组装过英国的猎人战斗机和苏联的苏7，技术积累还是有的，有人又有钱，还怕搞不出一款战斗机。可项目启动后，印度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造不出发动机。发动机这东西说白了就是飞机的心脏，没它，再牛的战机也就是一堆废铁。印度一开始野心很大，想自己研发一款叫卡夫里的涡扇发动机，性能要达到美国 F-16使用的 F-404发动机水平。想法很好，但问题是全世界能独立研发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而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基础基本为零，连汽车发动机都造不好，居然敢去造航空发动机。但印度就是有这种迷之自信，还成立了燃气涡轮研究院，投入了大量资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1989年开始研发，到2014年项目暂停，算下来折腾了有25年，耗资超30亿美元。结果呢，推力不达标，可靠性不达标，寿命不达标，什么都不达标。最后一次测试中，卡夫里发动机的推力只有设计指标的 80% 左右，而且故障频繁，根本没法装到飞机上用。用25年的光阴却换来一堆废铁，这就是印度航空工业的真实水平。发动机搞不定，光辉战机总不能趴在地上吧？印度只能捏着鼻子去找美国，花钱买了通用电气的 F-404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由美国 F-18战斗机所使用，性能很好，但问题是这是人家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这就好比你说自己造了一辆国产汽车，结果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全是进口的，就车壳子是自己焊的，这能叫国产吗？但有了发动机，至少飞机能飞了吧？对不起，还是不能。接下来又遇到了航电系统问题。航电系统就是飞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包括雷达、飞控计算机、导航系统、电子战系统等等。一架现代战斗机航电系统的成本要占到整架飞机的1/3以上。印度一开始也想自己搞，他们打算给光辉装上印度国产的脉冲、多普勒雷达，结果搞了10几年，雷达的探测距离、跟踪能力都达不到要求，最后又去找了以色列，买了对方的 ELM-2032 雷达，后来又换成了以色列更先进的 ELM-2052 有源相控阵雷达。飞控系统呢？战斗机的飞控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光辉战机采用的是无尾三角翼布局，这种布局会导致升力作用点与飞机重心难以匹配，必须依靠电传飞控系统来保持稳定。印度自己搞不定，于是去找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帮忙。电子战系统呢，找了瑞典萨博公司。弹射座椅呢，找了英国马丁贝克公司。就这样，一款所谓的印度国产战斗机，发动机是美国的，雷达是以色列的，飞控软件是美国帮忙写的，电子战系统是瑞典的，弹射座椅是英国的。三哥自己贡献了什么呢？飞机的外壳，还有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的组装工作。你说这叫印度国产，这最多叫印度组装。技术问题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但项目还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管理混乱。光辉战机项目涉及印度国防部、印度空军、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国防研发组织、航空发展局等10几个单位，这些单位之间互相推诿扯皮，效率低得令人发指。举个例子，1988年光辉战机完成了初步设计评审，按计划应该进入详细设计阶段，但是印度空军这时候突然改了需求，说什么原来的设计载弹量不够，要增加，设计团队只能推倒重来。好不容易改完了，1992年又出事了。印度空军又说机载雷达的性能要提升，要求换一款更先进的，设计团队又得改。1995年，印度空军再次跳出来说战斗机的航程不够，需要增加内部油箱容量。每一次修改都意味着大量的重新设计工作，都意味着时间表的延后，都意味着预算的增加。而这些修改往往是因为印度空军自己一开始就没想清楚到底想要什么。更离谱的是，印度官僚体系的办事效率低到令人发指。一个普通的采购决策，在美国可能1个月就能批下来，在印度得走半年。关键部件的进口许可证能拖上1-2年，而这些时间都被白白浪费了。1996年，光辉战机的第一架技术验证机终于完成组装，准备进行首飞。但是你猜怎么着？飞机造好了，首飞却又推迟了5年。为什么？因为各种测试流程、审批流程没走完，一架飞机就这么水灵灵的在地上趴了5年，就等盖章。直到2001年1月4号，第一架技术演示机才终于完成了首飞。此时距离1983年项目立项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而原计划是1990年首飞，整整晚了11年。但首飞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还要进行大量的试飞测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能定型量产。而印度在这个阶段的表现继续让人叹为观止。
在第一架技术演示机首飞后，印度又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飞机超重了。而重量增加意味着推重比下降，意味着机动性变差，意味着航程缩短，意味着载弹量减少。为什么会超重？因为印度的工艺水平实在太差，战斗机的机体结构件需要用高强度铝合金和复合材料制造，要求非常精密。同样一个部件，工艺好的话可以做得又轻又坚固，工艺差的话就又重又脆。印度的制造工艺不过关，很多结构件做得太厚太重，而超重的后果是什么呢？首先是机动性不行，光辉战机使用的 F404 发动机推力只有 8.5 吨，飞机空重就 6.5 吨了，再加上燃油和武器，起飞重量超过13吨，这意味着在空战中会非常吃亏。其次是航程不行，因为超重，光辉战机的作战半径只有400公里左右。这是什么概念？歼10的作战半径超过1000公里 ，F-16 也有550公里以上，而光辉战机这个航程基本只能在国境线附近转悠转悠，想深入敌境执行任务，做梦。然后是载弹量不行，光辉战机最多只能挂载 3.5 吨武器，而同级别的 F-16 可以挂载7吨以上，打起仗来，别人一架飞机顶你2架。印度空军看到这个数据，人都傻了。不是，当初说好的世界一流第4代战斗机呢？这玩意儿能打仗吗？但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此后印度又花了10几年时间修补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减重减不下来，就换推力更大的 F404 GE IN-20 发动机。航程不够就加外挂油箱，载弹量不够就凑合着用呗。2013年12月，光辉战机终于通过了初始作战能力认证。2016年7月1号，首个光辉战机中队成立，而此时距离该机研发已经过去了33年。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并没有。光辉战机服役后，印度空军发现这玩意儿的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首先是可靠性问题，经常出故障不说，出勤率也很低。有报道说，光辉战机的完好率只有 50% 左右，远超 15% 的国际警戒线。也就是说，10架飞机停在机库里，能飞的只有5架。其次是维护问题，由于飞机上的部件来自10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所以维护起来非常麻烦。一个小故障可能需要从以色列进口一个零件，从瑞典进口另一个零件，等零件到了，飞机已经趴窝好几个月了。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印度空军自己都不想要这款飞机，但是没办法，政治压力太大了。印度政府花了几十年搞出来的国产战斗机，你敢说不要？所以印度空军只能捏着鼻子接收，然后把光辉战机部署在后方，尽量不让它去执行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印度空军继续大量采购外国战斗机，买俄罗斯的苏30 MKI， 买法国的阵风，就是不想用自己的光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光辉战机项目还在继续，印度正在研发光辉 MK2 改进型，说是要解决现有型号的各种问题，提升性能。按照3个一贯的节奏，这个 MK2 什么时候能出来，还真不好说。光辉战机的故事，某种意义上就是印度整个工业化进程的缩影。至于未来会怎样，谁知道呢？也许再过20年，光辉战机真的成熟了，真的成为印度空军的支柱了。到时候，印度人就可以拍着胸脯说：“看，我们花了60年，但我们成功了。”只不过到那时候，天上飞的可能已经不是战斗机了，而是太空战舰了。